內存正在成為蘋果這幾年最難啃的一塊骨頭。很多人看到 12GB 內存芯片從$30漲到$70，第一反應是關我什麼事？但你真用 iPhone 就會發現，這事已經開始影響你以後能不能買得起，值不值，會不會被閹割。這次 DRAM 暴漲不是正常的周期波動，是失控級別的。12GB LPDDR5X 一顆內存價格漲了230%，不是顯卡，不是屏幕，是那顆你平時看不到，卻決定你手機能不能多開 APP， 不殺後台，跑不跑得動 AI 的東西。為什麼這次蘋果反而比安卓更尷尬？很多人習慣覺得蘋果體量大，供應鏈穩，肯定不慌。但這次恰恰相反，蘋果在 DRAM 上的結構是極度集中的，主要來自三星和 SK 海力士，其中三星佔比在 60% 到 70%， 而且相關合同會在2026年1月到期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當現貨價格已經漲到$70的時候，蘋果連換一家談談的資格都沒有。安卓廠商還能怎麼玩？換供應商降內存規格，推出 8GB 和 12GB 不同版本拉開價格，但蘋果不行。蘋果的 SKU 是鎖死的 ，Pro 給多少內存是系統 AI 生態一起定好的，你不能一邊吹斷側 AI 一邊給用戶 8GB。現在 8GB 的 iPhone 已經開始明顯喘了。12GB 不是為了炫，而是為了不掉體驗下限。所以這件事的關鍵不是內存漲價，而是蘋果幾乎沒有降級空間。那蘋果會不會硬扛成本不漲價？說實話，我不太信。我們算一筆非常保守的賬，內存單項成本大約增加$40，再加上渠道、稅費和匯率傳導，落到終端價格大概就是500到700元人民幣。你指望蘋果自己把這部分吞掉嗎？更現實的做法只有3種，要麼直接漲價，要麼通過配置結構調整，比如只有 Pro 才給 12GB， 要麼從別的地方省錢來對沖。而蘋果已經明顯選了第3條路。自研芯片常被當成護城河，但從現在看，它更像是一種無奈之舉。很多人把 A20C2 調制解調器當成技術炫耀，但從成本角度看，它們更像止血帶，少給高通交錢，提高 SoC 集成度，在內部把成本攤薄。說白了就是一句話，內存太貴了，我只能從別的地方省。這不是戰略升級，而是被逼出來的結構調整。那安卓陣營會更慘嗎？很可能，因為蘋果至少還有庫存鎖定、長期合同和自研芯片來對沖。而很多安卓廠商面對的是現貨價格、走量畸形和價格高度敏感的用戶，結果大概率會是這樣：新一代旗艦標準版還是 8GB， AI 功能繼續 Pro 獨佔 12GB 被包裝成高配溢價點。到時候評論區你一定會看到那句熟的不能再熟的話，不是退步，是精準定位，你信嗎？我個人的判斷是，如果你在等 iPhone 18，有3個現實結論：第一，漲價概率超過 70%； 第二， Pro 和非 Pro 的差距還會繼續拉大。第三 ，12GB 不會下放，反而會被反覆強調成 AI 標配。而最諷刺的是，你多花的錢並不是買到了更多創新，而是在幫蘋果補供應鏈的洞。看到這，你站哪邊？你能接受 iPhone 因為內存漲價再漲一輪嗎？還是你覺得蘋果其實早就該漲了？